3月13号，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就要颁奖啦！今天就让我们一口气看完这次入围的10部最佳影片，以及各个奖项可能的得奖人选吧。看哪部才是你心中的 No.1。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本频道致力推广影视作品背后更多的可能性，内容包含深度点评、影剧推荐、影视趣闻，以及各种技术解析。不定期还会有超可爱猫猫彩蛋与你作伴哦。如果你也跟我们一样喜欢电影，就请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你的支持就是我们努力更新的最好动力哦。西线无战事由 Netflix 出资，改编自1929年埃里希马雷克的同名小说，分别在1930年、1979年都翻拍成电影过。讲述德国青年保罗一心报国，却在上战场后被战争的残酷所震撼。虽然拍摄手法没有像之前的1917一镜到底式的代入感，但其中写实的战争画面和人物的心境刻画，也完整呈现出一战结束前夕战败方的绝望与迷惘，足以让身处现代的我们深刻体会战争的无情。在乌俄战争期满1年的现在，更是让人希望不要再有任何战事发生。疯狂副作用，一艘载满模特儿、网红、富豪的游艇遭遇暴风雨和海盗意外，这群幸存者因此流落荒岛。回归原始的他们经历阶级的重新洗牌，宛如成人版苍蝇王的讽刺好戏正式上演。随着寄生上流和小丑的成功，近几年探讨社会阶层议题的电影也越来越常见。曾拍摄过《疯狂美术馆》的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将再度用他直击本质的黑色幽默，带领观众看透现代资本社会的愚昧和虚伪。没有声音的女人们改编自加拿大小说家米利安·泰维兹2018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启发自玻利维亚真实事件，讲述莫洛奇纳地区上百位少女及妇女睡眠时遭到当地男性强暴，事后却被以女性的淫荡幻想为由斥责。8位女性讨论是要继续隐忍奋起反抗，还是逃离此地。虽然小说内容多为虚构，不过也因此提升了事件的关注度。出版后隔年为受害者们争取到应有的正义。电影也告诉所有观众，尽管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相对平等的时代，但仍有少数人还面临着被侵害的处境，值得所有人关注。塔尔，电影为虚构的故事，讲述凯特·布兰奇饰演的传奇指挥家莉莉亚·塔尔是如何从开场时的事业巅峰，一步步深陷人生分崩离析的绝境。内容不仅有像是进阶鼓手般对权力结构的深刻剖析，更会反思近年来越发失控的取消文化。已经横扫超过27座最佳女主角奖项，入围6项奥斯卡奖。虽然台湾要等到3月10号才会上映，但就目前各种好评不断的消息来看，绝对是值得一看的好电影啦。法贝尔曼，知名大导史蒂芬·史皮伯自编自导的自传纪实电影，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讲述一个吃饭、睡觉、拍电影的男孩如何在电影梦和现实间探索与成长。剧情不仅有着像其他青春电影一样的迷惘与逗趣桥段，更有着对于电影这项艺术发自内心的执着与热爱，绝对能让你重拾对电影最纯粹的感动。同时也是史蒂芬·史皮伯从影超过40年生涯的心得总结。如果真心喜爱一件事，那就尽管勇敢尝试吧。猫王艾维斯，传奇摇滚巨星猫王艾维斯·普里斯莱的传记电影，讲述他是如何从一个身怀天赋和音乐梦的年轻人，经由经纪人汤姆·帕克上校一手提拔成享誉世界的音乐巨星，晚年却因和帕克撕破脸以及演出压力染上毒瘾，最终在42岁英年早逝。其中奥斯汀·巴特勒的精湛演技，无一不让人联想到以《波西米亚狂想曲》一举拿下奥斯卡影帝的雷米·马利克。两人几乎还原本尊的神情与表演，绝对是影迷不可错过的经典之作。伊尼·舍林的女妖，入围9项奥斯卡大奖。故事描述生活在虚构岛屿伊尼舍林岛，与世无争、乐天的村民派瑞，一天忽然被音乐家好友康姆单方面绝交了。康姆不仅不想再与他相处，甚至以音乐家最重要的手指要挟派瑞不准和自己说话。这个故事表面看似有些幼稚和无厘头，细细深究却暗喻了现实中爱尔兰内战的荒谬，以及现代社会对于所谓好坏定义的辩驳。更是以剪手指这个具体的行为，
影射人际关系中无形隐忍和一厢情愿不亚于战争的伤害。在疫情肆虐的封闭环境下，更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与省思。捍卫战士独行侠，老影迷泪崩，新影迷惊叹，睽违36年的正传续作，不仅完美继承了前作的辉煌，更是像主演阿汤哥一样再度突破极限，创造跨时代的荧幕传奇。不只有空前的战斗机实拍画面，剧情上也透过直白的任务为引线，立体刻画出独行侠这个角色的蜕变与柔情。除了是献给所有粉丝的最好礼物外，也让我们再度感受到电影最纯粹的感动。阿凡达水之道，2009年凭着阿凡达改写整个电影产业后，相隔13年，票房之王詹姆斯卡麦隆重返大荧幕，不止画面再度全面升级，人物和特效场景也都真实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故事也从原本2个种族间的资源殖民问题，延伸到成为纳美人的杰克面对人类的再次侵犯，如何在保护家人的同时兼顾保卫家园的使命。我们之前有做了几部影片详细解析电影和幕后的黑科技，欢迎点选右上角资讯栏去看看哦。目前全球票房已经突破20亿美金大关，就让我们期待后续的3部续集吧。妈的多重宇宙 A24 出品的再一部黑马之作，不仅主演杨紫琼和关继威双双拿下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和男配角奖，这次奥斯卡奖更是入围了超过11个奖项。故事以近年来科幻常见的多重宇宙为主题，讲述经营洗衣店的华裔主妇秀莲被家庭和税务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时，意外卷入一场横跨无数世界的巨大危机。整部电影既有天马行空的荒唐设定，又包含关于家庭关系、个人价值乃至人生哲学的反思，结合致敬华语片的功夫动作和千变万化的多重宇宙桥段，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却又巧妙地回归人性本质。结尾更是令人不禁潸然泪下。如果要挑一部这2年必看的电影，妈的多重宇宙绝对榜上有名。以上就是入围今年度最佳影片的10部电影。纵观这次的入围名单，不难发现类型真的十分多元，人物传记、社会议题、种族与性别平权，甚至就连少见的商业特效大片也都涵盖其中，绝对算得上近几年相对有看头且竞争十分激烈的一届。接下来当然还是要不免俗的提出一些我们对于奖落谁家的看法啦。今天只会先在演员和电影的部分提供看法，技术类奖项则会留到颁奖后再看看有没有机会聊聊。先声明，能入围的一定是有得奖的实力，没有预测到的电影或人选不代表就是比较差，可能只是没有对到评审的口味而已。第一个要预测的当然就是最佳影片啦。我们认为比较有可能得奖的电影有3部，分别是法贝尔曼、伊尼舍林的女妖，还有妈的多重宇宙。会选这3部是因为过去奥斯卡奖在颁发最佳影片时，往往都会有符合时事以及鼓励正确这2个特性。2020年的寄生上流和2021年的游牧人生都有着贴近当年探讨阶层差异以及疫情影响的主题。除此之外呢，导演奉俊昊和赵婷也分别是第一位拿下此奖项的韩国导演和亚裔女性导演，非常吻合奥斯卡奖多元和国际化的目标。回到今年度的奖项，个别来说，法贝尔曼不仅是史蒂芬史匹柏创下第12次入围最佳影片，追平马丁斯科塞斯的新纪录，提倡电影的内容也十分契合想重振旗鼓的市场现状，自传性质的故事也容易引起电影人的共鸣。伊尼舍林的女妖则是在剧情上隐喻了疫情肆虐环境下群众的心境变化，以及对战争影响的反思。导演马丁麦多纳的上一部《意外》依旧让人记忆犹新，艺术性上来说十分对评审的口味。最后妈的多重宇宙应该就不用我再多说了吧，不管是口碑还是票房都可以说是去年最意外的惊喜。优秀的品质更是让人难以想象，它竟然只是这对导演组合的第2支长片。再加上亚裔文化和精良剧本的加成下，没有个最佳影片应该也要有个最佳导演吧。其他7部入围的电影不是说不好，但都有各自的困难点。西线无战事虽然反战，但时空背景太过遥远。疯狂副作用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黑色幽默，但声量和故事格局都明显比不上妈的多重宇宙。塔尔和猫王艾维斯都算是角色电影，
这类型作品评审会更倾向给演员奖项，没有声音的女人们则是侧重议题与情感，整体还是偏向小品，比较难和其他电影竞争。而观众最熟悉的《捍卫战士独行侠》和《阿凡达：水之道》，则是过往都不再受青睐的商业和特效大片，再加上2部的主题都算不上和时事有关，拿下技术类奖项的机会还是比较大一点。最佳导演的部分，我们则是看好可能由《妈的多重宇宙》的关家永和丹尼尔·舒奈特，或《伊尼舍林的女妖》马丁·麦多纳获奖。可能的情况就是这2部电影分别拿下一个最佳影片和导演，要同时拿下的机会应该不太高。最佳男主角呼声最高的是阔别影坛多年的布莱登·费雪，他在《我的金鱼老爸》中堪称完美的演出，不禁让人想起2021年以不存在的父亲拿下奖项的安东尼·霍普金斯，两人真挚自然的演技，得奖绝对实至名归。另外，猫王艾维斯的奥斯汀·巴特勒和伊尼舍林的女妖的科林·法洛也是热门人选。最佳女主角的部分，相信许多人跟我一样，希望由已经拿下金球奖以后的杨紫琼再下一层。不过塔尔的凯特·布兰奇同样来势汹汹，两者演技上可说不分轩轾，鹿死谁手还很难说。相比起大致是2选1的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的部分就可难说了。最佳男配角目前声量最高的是已经拿下金球奖的关继威，但法贝尔曼的裘德·赫西、伊尼舍林的女妖的布兰敦·格利森和贝瑞·科汉也都是有力的竞争者。最佳女配角则是凭着《黑豹2：瓦干达万岁》拿下金球奖的安琪拉·贝瑟最有机会。毫不夸张的说，整部电影的前半段完全是靠她撑起来的啊！不过，《妈的多重宇宙》的杰米里·寇蒂斯和徐伟伦表演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而最佳外语片则很有可能由《西线无战事》或1985年阿根廷拿下。从上述的2个标准来看，讲述反战大议题的《西线无战事》较有胜算。毕竟你也知道，奥斯卡是美国电影学院的奖项。最佳动画长片没有意外的话，应该还是会颁给较有艺术性的吉勒摩·戴托罗兹·皮诺丘。但我们私心觉得《血猫剑客2》和《青春养成记》也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尤其是《血猫剑客2》。那么你认为哪部电影和演员会是最大赢家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哦。另外，我们也会在颁奖后做一部关于影展知识的影片，除了分享你可能不知道的各大影展历史外，也会向你揭露除了颁奖外，影展意想不到的功用哦。对这个主题有兴趣的学伴们，还请千万别错过啦！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话，请帮我按赞和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更新哦。电影不只是娱乐，也是各式人生的缩影，它来去之间总会有个画面令你驻足。欢迎各位爱电影、爱人生的朋友来与我们一同学习这门平凡且伟大的艺术。电影学，学电影，我们下回再见喽。